为了降服这条暴躁的美洲鳄，乔祸害了一根年轻力壮的小树枝，他将末端切成了扇形状，然后在中间插了2根木棍，只需要将前头磨尖了便可出战。佐治亚州南部有一片黑水沼泽，占地面积超过了1500平方公里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里的美洲鳄有数十万头，它们个个身强体壮，尖嘴獠牙，一旦来这打也迷失了方向，十有八九会成为鳄鱼宝宝的盘中餐。老牌求生专家马特带着搭档乔布斯的乔，准备征服此地。落地后，二人意外发现了一艘渔船，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梦幻开局？翻开一看，他们是彻底傻了眼，里面有10几口破洞，真是白高兴了一场。不过乔倒是有了意外的收获，在舱内捡到了一件马甲，里面有一卷8边的大力马，还有一支小唇膏。你还别说，抹嘴上香喷喷的。继续翻找，又收获了一根打火棒，这回终于不用钻木取火了。打包完所有的装备，当下二人需要尽快走出沼泽。长时间泡水里对稿子有害无益，可能是出门没看黄历，没走多远，天空就响起了打雷。这可不是个好消息，万一劈到天灵盖就完犊子。两人急忙加快了脚步，几里地下去，视野里出现了一个小垛子。上岸后，马特需要确认一下方位，没有指南针和缺德地图，在沼泽里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。要说爬树这一块，马特不比猴子差，分分钟就到了顶端。西北方貌似有一片松树林，这充分说明那里是陆地。听到有新大陆桥就蠢蠢欲动，起身就想去那发育，但不到1小时就会天黑。比志马就提议休整1宿再出发，以防夜间被小虫子问候。两人收集了很多木头，做了个腾空吊床。马特担心下雨淋湿了头发，于是收集了很多树叶做棚顶。天黑了，窝棚也搭好了，两人开启被动挨饿，进入了梦乡。隔日，他们开始朝着松树林方向进发，但这段路并不好走，脚下时不时就会被青苔缠着。耗时3小时，二人才前进了1公里。走着走着，耳边传来了鳄鱼的咆哮声。从个头看，这货起码有数百公斤。乔手上有武器，一点不畏惧，正打算和鳄鱼打个照面，不料被队友阻止了。马特做事一向稳打稳算，有半点风险的他绝不尝试，以防鳄鱼呼叫队友来支援。两人并没有敢多逗留。乔思念女朋友，心不在焉，下一秒脚下就踩了空，陷入了沼泽。好在马特及时出手相救，要是被水下的鳄鱼拖走，这辈子都没机会和女朋友团聚了。此地全是软巴拉揪的浮萍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深陷其中。二人需要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他们总算踏上了平地。前方是一片松树林，两人打算在附近找点水补一补。10几个小时滴水未进，嗓门早就干得直冒烟。这种植被叫猪笼草，它长得不像猪只像草，不过它的叶子里却珍藏了不少雨水。趁着四周没人，乔向马特打算借点解渴，然而就在此时，眼前窜出了一根老辣条。二人喝水心切，并不想大开杀戒。辣条似乎意识到危险，很识相的消失在视野中，稍微补充了一丢丢水分，两人瞬间活力四起。眼看天色也不早了，他们决定找个地方歇歇脚。这块空地看上去就不错，空间宽敞，四面透风。马特负责收集材料盖窝棚，像这种不花钱的松树是搭框架的不二之选。它有韧性而且有弹力，祸害了4小根。手工马将其立在了地上，然后把每根分成了2半，轻轻的一对折，框架就诞生了。完事后，在顶上铺上一层棕榈叶，夜间怎么打摆子都不会伤风着凉。这时随意乔也没闲着，在做生火前的准备。蒲葵的根部非常干燥，是上等的火绒之选，一旦将它与火星接触，用不了3秒就点燃起来。这棵老死的松树下方渗透了很多松脂，乔打算取点回去当燃料。哼唧哼唧摇晃了数千下，松树终于给面子倒了地，有了火绒和燃料，乔迫不及待返回了营地。马特嗅了嗅，是成年的松树味，直夸乔是个机灵鬼。刚刚他听到有几只鹌鹑在唠嗑，趁着这会不忙，马特决定去会会他们，准备好一切。火得心乔又重操起了旧业，有打火棒的加持，咔的一下火绒就冒出了青烟。有了火，乔就想着早点下班回家。哼唧哼唧做了几10处烽火台，马特将竹子劈成了2半，他要制作一个吹箭筒拿捏鹌鹑。不过做这玩意工序还挺繁琐，首先要清理里面的竹节，手工马在铁皮上戳了很多洞，对折后一把锉刀就诞生了。花了10几分钟，竹壁总算被打磨得亮晶晶。为了增加密封性，还得在竹子的边缘抹上一层唇膏。就在他忙得热火朝天时，鹌鹑发出了嘎嘎嘎的挑衅，这可把马特急坏了。火速火燎制作了几根箭羽，他急忙测试了一下效果，轻轻一吹，直接扎入了木头。这威力估计兔子见了都瑟瑟发抖。思念乔左等右盼，死活不见马特的踪迹，内心急得像热锅的蚂蚱，再不主动出击恐怕得饿死。来到小溪旁，一只肥蛙死死地盯住了他，乔二话不说就赏了他一茬。青蛙也不是吃素的，一个闪躲成功逃过了一劫。就在他准备奔回家时，乔偷偷摸摸追了上去，咔嚓一插直击要害，青蛙就这样无缘无故领了盒饭。此时的马特也发现了目标，他神不知鬼不觉趴在地上慢慢靠近，找准时机对着鹌鹑就是一箭。很可惜自己的技术太惨，足足偏了有几10公分。气急败坏之下，马特直接起了身，想一脚跺死鹌鹑，可鹌鹑长了翅膀会飞，下一秒就消失了。作为荒野界的标杆，竟被一只小鹌鹑玩得团团转。这一幕要是被德子看到，肯定会发笑。要说马特的心态就是好，他一点也不恼火，回到营地竟发出了给，还一本正经跟乔吹起了牛。
转眼间天色已暗了下来，两人料理起了晚餐，连续挨饿了数十顿。这只青蛙他们可不敢怠慢，细火慢熏了半小时，一股浓浓的焦香味已扑鼻而入。品尝一口，焦香味直奔天灵盖。第二天，二人饥肠辘辘启了程，实在是太昂狗瑞了，他们必须要补充卡哇伊，否则没力气走出去。棕榈根虽苦巴拉揪的，但至少能补充能量。吃饱喝足，继续走了几里地，视野里出现了文明迹象，两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这次乔和科迪的伙食有点好，价格昂贵的女巫黄油，活蹦乱跳的野地龙，还有很多嘎嘣脆的浆果子。本期二人来到了克拉玛斯山脉，这里云雾缭绕，犹如仙境，是太平洋附近最大的一处荒野。就是悬崖峭壁稍微多了点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山地自行车爱好者来打卡。前几天有个小伙大意摔成了残废，国宝搭档乔和科迪得知此事，立马来到了现场。二人的任务简单明了，利用小伙遗留的物资逃出升天。打开背包仔细一看，里面的宝贝真不少，有瓶不明液体，有地图，还有蓝牙耳机。科迪在收集有用的东西，乔化身武大郎研究起了地图。由于山脉的占地面积过大，研究了几秒愣是没有思路，气急败坏之下，乔砸碎了耳机，准备制作一个指南针辨别方向。一旁的科迪很配合的递上了钢丝，合作了10几年的老搭档，乔的暴脾气他早就领教过，成功找到了北。两人商量了一番，决定下山寻找小溪，毕竟小溪是重返文明的最佳路径。经过几小时的艰辛跋涉，他们来到了一片开阔地，眼瞅着太阳就要下来，二人打算休整一宿再出发。乔主动担当起了盖窝棚的重任，祸害了几十棵老树干，他又哼唧重操起了就业。要说搭建庇护所这一块，乔不比隔壁的德爷差，科迪则在制作工钻，钻木取火可是他的拿手活。不过周围的环境太潮湿，单凭一把简易的工钻很难取得火星，花了足3小时，手工科精心制作了一把升级飞轮工钻。这么精湛的技术，估计鲁班看了都直呼内行。有了这个趁手的好家伙，获取火源是势在必得。此时的乔也建好了窝棚的框架，这个鬼地方夜间冷得吓人，为了夜间打摆子不挨冻，细心的乔先是在屋顶上铺了一层树枝，然后又在地上铺了个床垫，辛苦忙活了几小时。二人并没有寻找食物补充卡路里，没有食物他们可以开被动，但没有火源能否熬到天亮还两说。在野外钻木取火可是一门绝技，手速不宜快也不宜慢，要像盘稿子一样保持节奏。在乔的大力协助下，科迪很快就搞出了火星，解决了火源问题。这一宿2活宝终于可以安心的打摆子，度过了一个不美好的夜晚。第二天，二人早餐都没吃就起了身，往下游走了几里地，耳边突然传来了哗啦啦响声，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条小溪，体内补充不到卡哇伊，来点野泉水冲击也不错。科迪赶紧装满了水壶，以防喝下去打麻感。他特意在里面加了几滴不明液体，不知道又往前走了多远，视野里出现了一条大河。根据贝爷的荒野求生手册记载，只要沿着大河往死里走，定会找到公路。仔细观察了几分钟，二人找到了过河的最佳位置，可岩石上全是潮湿的苔藓。刚走了2小步，科迪就发出了叽叽叽的惨叫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栽了跟头摔成脑震荡倒是小事，稿子折了就完犊子了。好在他福大命大逃过了一劫，真的是祸不单行。还没来得及喘气，等待二人的又是一座独木桥。要知道这里的水流相当湍急，掉下去分分钟就会被卷走。乔知道科迪胆颤畏惧，一马当先打起了头阵，通过龟式爬行总算抓住了木头，然后小心翼翼挪动脚丫子，耗时不到10分钟成功上岸。在乔的一番鼓励下，科迪也鼓足勇气迈出了脚步，一路提着心吊着胆，最终也平安无事落了地。不知不觉开局已有了2天，二人还没有正儿八经吃到东西，但现实的问题是太阳就要下班，搭建庇护所成了燃眉之急。这种小树枝又细又有弹性，稍微捆绑一下可以盖个网格式的窝棚。眼瞅着天色逐渐变黑，拜火科又干起了老本行，这回的运气似乎不太好，火星刚点燃就泄了菜，反复尝试了数十遍，但最终还是没生起火。夜幕降临，气温骤降到0下，冻得稿子上都抽搐，迫不得已二人做起了运动，这才有惊无险熬到了天亮。夜间受了这么大委屈，是时候出门找点食物补一补。这个长得像蘑菇的蘑菇叫女巫的黄油，在国外它的价格相当昂贵，连续挨饿了18顿，科迪必须多采摘一点，继续在附近探索。他又发现了一棵蛇皮树，这上面的浆果一看就好吃，啥也不说啥也不唠，打包一点回去尝尝鲜。不看是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丛林里的移动小粉条是成了灾，据说这玩意的蛋白质比牛肉还高。此时的乔思念起了远方的女朋友，他想快点完成挑战回去 happy。通过地图得知，重返文明还需要跋涉几十里地。回到营地，科迪已准备好了早餐，乔看到有粉条，脸上写满了嫌弃，宁可挨饿也不吃这玩意。科迪管他2718，拎起来就往嘴里送。有了卡路里的补给，两人士气瞬间大增，一口气跋涉了数千米。此时地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像过山车一样，一会往上一会往下。好不容易补了点卡路里，这回可算是全耗光了。本以为穿越这就可以下班回家的，不料没走多远又碰上了一条小溪，却有点不符合逻辑。乔不放心，掏出了缺德地图，果真是偏离了方向。现在必须要弄清所处的位置，否则是很难重返文明社会。找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，乔对着地图查看一番，3点钟方向才是目的地。有了方向感，两人如有神助，二话不说继续上了路。天色在逐渐变黑，气温也随之骤降了好几度，这对于库查迪很不友好。
饥饿加上寒冷再加上疲惫，科迪脚步变得很慢很慢。乔一心只想快点完成挑战，一路埋着头往前直攻。眼看就要夜幕降临，二人需要尽快离开这，一旦困在这里，很有可能 BBQ。不知道走了多远，科迪突然发出了惊叫。透过灌木，他发现了一条公路，他们连跑带溜下了山，好不容易发现了一辆卡车，可司机一点面子也没给，两人只能坐11路各回各家。为了给体内补充能量，科迪将危险豆磨成了粉状，完事后撒了点水扒拉了3两下，很快一块小馅饼就诞生了。品尝一口，口感相当卡哇伊。本期乔带着他来到了臭名昭著的阿卡玛沙漠，这里地形独特，海拔甚高，放眼看下去一片荒芜。据说年降水量不超过5毫米，有冒险家称这为地球上的火星。赶来这求生的都是荒野界的大哥大。落地后，二人找到了节目组遗留的滑翔伞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只要有半点用的东西，他们通通没留下。打开背包，里面还有个意外的惊喜，一盒可以生火的洋火，外加500毫升饮用水。收拾完行囊，两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水源。光靠节目组提供的水，只能维持一阵子。乔提议到高海拔弄点冰雪，科迪一听是100万个不同意，他生怕上去把稿子冻坏了。经过一番无效的沟通，二人各自分道扬镳。乔哼唧哼唧上了山，没走几步就有了高原反应，还好自己曾经在高海拔执行过任务，要不然还真有可能交代在这。到了山顶，海拔飙到了5000多米，乔需要速战速决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总算收集了几10公斤积雪。此时的科迪也没闲着，在寻找晚上的栖身之地。不过在这过夜不能闹着玩，夜间的气温会骤降到-20度，稍有不慎就会冻硬。转悠了一大圈，他发现了个纯天然的庇护所，只需要稍微简装一下，熬到天亮基本问题不大。以防乔找不到自己，科迪特意在制高点放了个显眼的东西，盖完了庇护所，当下还得生一堆火。这个长得像苔藓的植被叫亚麻塔，它的易燃性相当持久，打包了一丢丢，回到营地拜火科又干起了老本行。有洋火就是不一样，呲的一下火绒就冒出了青烟。乔一路下猫碰死耗子，终于来到了营地附近，听到呐喊声，科迪连忙出门接应。转眼的功夫，天色已暗了下来，没有像样的食物补充卡路里，二人只能煮点血水充充饥，狠狠地混了个水饱。他们依偎在一起进入了梦乡，美好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树种，别看它长得又矮又矬，它却能在沙漠生长数百年，直到现在依旧有生命的迹象。关键是用它煮茶喝还能治疗窜稀。隔日清晨，科迪和乔打算往低海拔进发，困在这要啥没啥，迟早得出事。出发前，二人装上了火种和血水，随着海拔逐渐变低，呼吸也随之变得顺畅了起来。几里地下去，他们来到了红色的砂岩区。乔打算在这收集点柴火带走，毕竟下方就是沙漠。科迪则认为没这个必要，自己曾在犹他州赤脚生存了30年，啥样的世面都见过。两个屌毛的思想又有了分歧，要不是旁边有人，估计他们能干起来。一番无效的争吵后，乔依旧在坚持自己的想法。不过收集完柴火后，科迪就主动背在了肩上，倒不是他妥协了，主要是乔生气了，夜间不会帮他取暖。继续往前走了几里地，地形出现了360度的变化，这对于赤脚的科迪很不友好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进入峡谷后，二人被一道深坑挡住了去路。乔伸手敏捷打起了头阵，平安无事落地后，科迪再下去。众所周知，在野外没有缺德地图，在方向上是很容易出岔子。走着走着，他们就成功进入了悬崖，绕道走耗时又耗力，原地纠结了2小时。两人决定将降落伞编成绳子，即便随时有吃席的风险，但此时已别无其他良策。老规矩还是乔先上。庆幸的是，这次二人很幸运，中途并没有发生意外。抵达到谷底，两人感觉后背一阵发凉，这是太阳要下班的前奏。当下要赶紧找到晚上的栖身之地。乔在旮旯里找到了个避风的好地方，他急忙呼叫科迪，要想夜间不被活生生冻死，必须要有火源取暖。夜幕降临，两人依偎在一起说起了悄悄话。科迪问乔嫌冷会不会搂住自己，乔问科迪会不会嫌弃。两人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，他们完全忘记了也挨饿了2天。到了第2天走出峡谷后，两个活宝为了喝嘘嘘又有了分歧。椰汁不仅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，还能补充体内损失的电解质，对于求生者来说是难得一遇的宝贝。哐当哐当场饮了2大口，科迪浑身瞬间活力四起。戴夫嗅到椰香味，立马跑了过来，在高温下忙活了几小时，他实在有点口渴难耐。还好科迪捡到了椰子，要不然结局还真不好说。补充完水分，二人准备找个没人的地方安营扎寨。这个地方是真卡哇伊，面朝大海，冬暖夏凉。科迪要出门再弄点椰子，戴夫留在原地生火，抱着竹子疯狂推动了数千次，眼看就要出火星，结果竹子从中间折了。有的时候太长也并非是件好事，找了根短竹子拜火带又尝试了一把，这次终于有感觉了。在一阵加速后，竹子还是不给面子分了家。科迪生怕伤了戴夫的自尊，站在旁边愣是不敢发表意见，连续失败了2次，戴夫直接上了头。作为一名顶尖的求生专家，摩擦生个火都弄不起来，岂不是会被世人笑话？他又不信邪尝试了一把，结果手上的竹子分了家。科迪这回是彻底看不下去了，接过竹子就是一顿摩擦。其实摩擦生火讲究的是手速均匀，越是着急越容易出纰漏。3+5=2的功夫，火得新科就搞燃了火绒。打这一刻起，
戴夫对柯迪是羡慕不已。为了能早点回去和女朋友团聚，柯迪要考察地形，发送求救装置。这块岩石视野开阔，是个好地方。不到半小时，3处旗帜全部搞定。这是国际通用求救信号，倘若有开船开飞机的看见，或就是早晚的事。戴夫上了岁数不扛饿，满脑子就想弄点肉补一补，利用木棍做了个简易的鱼叉。他打算去海里碰碰运气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刚下水就有了收获。这个长得像石头的玩意其实是一种鱼，虽外表丑陋平庸无奇，但却是毒鱼界的风云鱼物，叮咬力也是相当惊人。戴夫即便很昂狗锐，也不敢有啥非分之想，只能将它老老实实的放到海里，继续在附近捕捞。很快，一条魔鬼鱼映入了眼帘，咔嚓一根穿云插下去，魔鬼鱼发出了叽叽叽的惨叫。这种鱼尾巴上有根毒刺，扎到皮肤会当场血流不止，保险起见还是剪断了微妙。回到营地，柯大厨开始制作料理。细火慢熏了几分钟，一股焦香味直奔后脑勺，口感那叫一个巴适，里焦外嫩，肉质肥而不腻，缩光了最后一颗椰子。二人需要尽快解决水源补给，没有食物可以释放被动，但1天不喝3升水很有可能凉。手工科要用铁桶做个海水蒸馏器，很可惜一凿子下去洞太大了。来到小树林，柯迪找到了一种树枝，这玩意有很强的粘性，是纯野生的250胶水。打包了一点，他快速返回了营地，插入铜管，用树枝堵住缝隙，一个朴实无华的海水蒸馏器就诞生了。接着将铁桶里装满海水，放在火堆上往死里烧，只要管子里往外流液体，说明蒸馏器没出故障。刚刚吃了魔鬼鱼，戴夫还没尽兴，他还打算出海弄点鱼。为了增加成功率，戴夫将鱼叉改成了半自动鱼剑，反复测试了数十遍，确认质量没问题，他才放心下了水。柯迪这边终于有了收获，贝壳里收集了不少淡水，鉴定一口确实有股淡水味。看来语文老师云的一点没错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戴夫这会点子好像有点怪，明明发现了很多狡猾的小鱼，但愣是连鱼毛都插不到，空手而归，柯迪肯定会生气。无奈之下，他绑架了3条海茄子。戴夫打算清理完内脏晒个1天再食用，柯迪死活不同意这样做。眼瞅着2人有了分歧，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安排托马斯开着游艇接他们下班回家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